每当你点开一个视频，或者你异地的女朋友来查岗，或者你刚下单了一个 iPhone 12的时候，这些信息到底是如何传递的呢？关于这一点，你肯定会回答是通过万能的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到底是如何运作的？ OK， 那现在我们回到还没有网络的时候，我这儿有2台电脑，我想让这台电脑发送一个你好到这台，那我们该怎么做呢？很简单，我找一根线把它们连起来，用某种特殊的方式让它们通过这根线传输数据。电脑本来就是处理2级制数据的机器，这样就让它们互联了。当然，为了让2台电脑都能够读懂对方，你需要规定一个信息传输的规则。例如，我规定我发给你的时候，这里要填上收件人的名字，这里要填的是我的名字，而这一部分填的就是信息内容。只要大家都同意，并且按照这个方法说话，我说的你好，它就能顺利收到了。在现实里，你每一个能上网的设备都至少有一张网卡，每一张网卡都会有一个全球唯一的 MAC 地址，因为它的数量非常之多，有超过70万一个，所以它是用不完的。通过这个地址，我就可以标明发件人是谁，收件人是谁了。OK， 那现在你已经实现了2台电脑之间的互联，但是又有更多的电脑加入了我们，我该怎么让这4台电脑连接起来，能够相互传递信息呢？按照之前的思路，每2台电脑间都扯上一根线，一共用6根，问题就解决了。但每增加1根线都意味着一份经济成本，当电脑数量多了起来，这个方法可就太复杂也太费钱了。这时候我就在它们中间放一个中枢。如果1台电脑就是一间宿舍，那么这台中枢就是宿管大爷。当我的宿舍要给另一个宿舍送信，会先送到大爷这里，然后宿管大爷要干嘛呢？喂，101的宿舍101宿舍，你们有快件，赶快来说是哪一家？没错，是通过广播。只要 MAC 地址对上号了，那么这台电脑就知道这个信息是发给他的，而别的电脑就会把这个信息给忽略掉。这个宿舍取过快递，那么宿管大爷就认识他了。那下一次我的宿舍再通过大爷给他们宿舍送信，大爷就不用再广播了，他会掏出他的小本本找一下怎么走，然后直接把信送到他们宿舍。这个宿管大爷就是交换机。这时我们就实现了多台电脑之间的互联，也就是一个小型的网络了。但是这还不够。如果我想把这句你好发送给这台电脑，我该怎么办？当然，因为每台电脑的 MAC 地址都是唯一的，理论上我也可以通过广播的形式找到这台电脑。但是世界上有成千上万个电脑，都广播一遍效率可太低了，不亚于大海捞针。这时候需要一个新的方法，就是给每一个主机分配一个 IP 地址。一个宿舍里的主机 IP 地址段可以称之为子网，这些子网可以再聚合起来成为更大的子网，就像城市与街道。为了更好的在城市间传递信息，我们需要一个邮局，它可以找到一个最优的路径，把我们的信息送到该去的地方。这个邮局就是路由器。和宿管大爷一样，邮局也会有一个小本本，记录他常用的寄件地址，只不过这个地址就是网络地址了。就这样，靠着宿管大爷们和邮局们，我们就在互联网上相遇了。没错，听起来互联网上传递信息的原理就是这么简单，但实际上，互联网中要实现通信，中间会经历无数个宿管大爷和邮局。在这个过程中，你或许会听过紫光集团旗下的新华三集团，也许你家的路由器或者你公司的交换机用的就是他们的品牌。10多年以来，新华三集团在数字技术方面的突破，无形之中真的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比如刚刚过去的双11，平时我们在网上买东西产生的流量不会给服务器造成什么压力，但是要是几百万人同时点下购买呢？在双11，天猫的订单创建峰值达到了58.3万笔订单每秒。在这么大流量的冲击下，你还能顺畅的买到东西，离不开这项技术——云计算。那它的原理是什么呢？举个例子，2年级课堂上，老师布置了一项任务，1+1等于多少？小庄非常聪明，给出了正确答案。然后老师又问，996乘以1024等于多少？显然这道题的难度已经远远超出了小学生口算的范畴，于是小庄拿出了一个计算器，按出了结果。这台计算器就是小庄配置的本地服务器，从此一切基础运算都难不倒它了。但是有一天，小庄换了一个代课老师，老师出了一道对小庄来说超纲的数学题。
这下小庄可愁坏了，无巧不成书。这时候英语老师也出了一道超纲题目，要求是翻译 What on earth are you doing？ 这似乎是购买再多计算器都难以解决的问题。这时候小庄想起了他的初中好兄弟奥数冠军团子和小区英语竞赛1等奖得主阿兰，于是小庄就把题目拍照上传发给他们，马上就得到了答案，这便构成了最简单的云计算。所以在双11的时候，云计算可以把巨大的流量分散到各个不同的服务器，这样就能保证我们的顺利购物了。你还记得10年以前你打开一个网页是什么样吗？那些简单的文字导航条、低清的图片，甚至你需要不断的按 F 才能看到完整的网页。但是在今天，你可以无比顺畅地打开一个视频，被女朋友关爱，甚至网购一部新手机。这里面有着许多像新华三集团一样的品牌在坚持研发这些基础设施，我们平时可能无法直接看到，但是这些设施却实实在在地支撑起了我们的网络生活。当然，如果你也想成为这些工程师中的一员，在新华三集团旗下有一所新华三大学，或许可以帮到你。假如你还在读大学，你也可以试试新华三杯全国大学生数字技术大赛。这个比赛已经举办了10年，有3200多所院校近4万学生参与的比赛。如果你的成绩不错，你就有机会被优先推荐在新华三集团和他们的合作伙伴单位中实习或者工作，实现你的工程师梦。在未来，相信我们的数字生活会再次被他们改变。我是 W 制作人小庄子，本期节目由 WE 和新华三集团联合制作。我们关注人类社会值得探讨的有价值的话题。如果你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意见，欢迎参与讨论。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